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爱情保卫战》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有福气了！赶快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电视抽大奖的活动。我们精心的为大家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呢都饱含着我们满满的祝福和心意。赶快行动，赢取属于你的甜蜜惊喜吧！来，接下来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于波红。和爱的人在一起，爱一辈子，不爱不够。大家好，我是吕阳。从来没有一句建议会适用于永远变化的我们。看懂自己，看到对方，才会有细水绵长的爱情。大家好，我是莎娜。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去看待不完美的人。大家好，我是雷鸣。在追逐爱的过程当中，要看缘分，也要努力。如果一切都指望缘分，那是一种消极。大家好，我是曲伟。如果在婚姻当中你一味的计较得失，那幸福一定会打折。好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杜先生，我11岁，来自黑龙江；心理咨询师宋女士，我11岁，来自黑龙江。个体，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两位现在的感情状态如何？从孩子上大学以后啊，我俩矛盾越来越凸显，我俩价值观不同，对未来发展也持不同态度。现在谁也说服不了谁，以我的口才和能力，能说服得了外人，为什么就说服不了他呢？啥玩意说服不了我啊？我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明明我俩现在很多时候都是无话可说，每次从拌嘴开始，到最后以吵架结束。你期待的未来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都这个岁数了，我希望她在家做全职太太，我也能追求自己的事业，不用像以前开店那么累，她也能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不挺好的吗？可她不听我的，为什么都非得听她的呢？为啥她自己心里没数？儿女毕竟现在都没成家，该有的现在都没有，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完成了吗？现在就想轻浮，这想法是不是太幼稚了？如果不听劝，那以后谁也别管谁，自己琢磨这日子能不能过吧。这最后一句有点深意。不听劝就谁也别管谁，自己琢磨这日子咋过吧。那是过还是不过呢？过肯定还是要过的，毕竟30来年的婚姻了嘛。孩子今年都多大了呀？大的28岁了，小的也20多了。老大成家了吗？老大没成家，但是也在工作。那其实现在你们俩相当于可以开始享福了，对不对？现在不是享福的时候，孩子还没有成家呢。最基本的，父母是不是得帮衬一下的？咱们不说样样都有权，最基础的这个窝得有吧？啊，就是得准备个房子，说白了，对吧？哎，俩都儿子吗？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啊，赚一套就行了哈。最起码是赚一套，但是姑娘我也不能说一点不管。那您现在对您的婚姻，这都30多年，这咋还，这咋这个时候开始打起来了呢？去年儿子上大学以后，我俩突然一下子就轻松了，然后互相之间这就开始把这个焦点放在对方身上了嘛。之前我们一直是开一个这个装潢建材的商店，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非常辛苦的。我就说咱把这个商店呢舍弃，我专心干我的心理咨询事业，你呢做全职太太，在家里你可以养养花啊，跟姐妹们玩玩瑜伽呀，刷刷自媒体呀，旅游啊，这样咱们就轻松下来了，这不挺好吗？他不同意，哪儿好啊？他非得商店还是要干，因为他觉得孩子们任务还没有完成，而且还要拉着我跟他一起干。他从他20几岁的时候一直就做这个商店，但是现在已经51岁了。51岁，要是重新再转行的话，我感觉没有那么、不是想的那么轻松那么容易。他是半路学的心理咨询。我是从19年的时候，19年开始学，那也学了很长时间了，对吧？对，我现在已经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那这个收入怎么样啊？收入不算太高，但是一个月10块钱左右还是能做到的。是，有时候一天可以赚几百，但是你保证不了我天天都能赚几百，你不也有没有赚的时候吗？那咱这个店不也是吗？
开张了赚钱，不开张了房租啊、水电啊什么的还往里搭钱呢。我不赚钱，我东西搁那摆着呢。那你那儿呢？那咱这个店现在不是做的很辛苦吗？我本身不是想让你轻松下来吗？咱们现在不是轻松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想谈轻松？但咱这样，您就一心踏踏实实去做心理咨询师去，然后您看着店，您自己一个人全权管店，这样行吗？这样不行。如果就是店里出入什么进货什么的，我自己一个人干的太吃力了。咱雇个小工，雇个小工增加成本了呀。那你是不想让他去干心理咨询师，还是说想把他拴在你的身边？不想让他干心理咨询的。我们这行招呼你了。哎，对，雷老师不高兴了。我也怎么了？心理咨询师？我干心理学干了一辈子，为啥不能干？这行招呼你了，为啥不能干？我这店里头说好了，说今天我们得到一批货，我不可能说让人家自己卸，你自己家里人你也得搭把手，是不是？说那好好的，等到时候人店东西全到了，车到了，人打电话不回来，干什么去了？你自己说。有一个17岁的刚上高1的男孩，他这不青春期逆反嘛，跟家里拌了几句嘴啊，然后就不回家，他的母亲急得直哭。我就帮着去找这个孩子去了，因为这孩子跟我关系特别好。我们不管找孩子，不管寻人，但当时事出突然呢，怕这个孩子在外边发生情况。那个男孩17岁是吧？他妈妈多大？他妈妈40多一点吧，还是个美女呢。我好像明白你为什么不让他去了。我感觉有点越界了。是他开始做心理咨询师之后，你觉得他有变化，还是说他其实早就做了心理咨询师？然后呢，孩子上了大学走了，家里只剩你们2个人了之后，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了。对，因为孩子在的时候，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哎，对。你也没有管他那个心理咨询那个事业做得怎么样。对。啊，当时就是觉得，哎，他多一份技能，多了一个副业，还挺好的，是吧？啊，是的。所以今天您来，明确的就告诉他，就是你就不能再干这个了。你要再干的话，你就爱谁谁，你愿意怎么过怎么过吧。对，我接受不了他。今儿就下最后的通牒了，是吧？是我接受不了。哦，好，那我问问男士啊，你老婆已经都这么说了，这怎么着啊？我觉得他就是中年危机吧，总是觉得自己不自信，总是觉得我做的这工作有点神神秘秘的，总躲着他避着他。但是老师知道，咱们这行本身就是这种性质啊，你就是要对你的来访者负责任的，你不可能把任何信息透露给你的家人。但是他就在这件事上特别过不去，他就总觉得这是什么啊？这是一种不信任。对，那你信任他吗？我对他当然信任呐。你哪里信任我了？我朋友2口子吵架，说他要离婚，我去了，那是一共是3天。那电话给你打的，电话、视频周你，这家一个劲儿周的，不是你那叫信任。我告诉你了，我上哪儿去，啥事情，我不是没通知你，可是你咋做的？你说那家我对我的信任吗？你闺蜜2个人闹矛盾的时候找你，也是因为认为你的婚姻经营的比较幸福，信得着你，想向你讨教。但是你一去好几天，电话也不接，视频也不接。毕竟他们2个人是吵架，我很担心你的安危，仅此而已。我对你有什么不信任的？如果真的不信任，我压根儿不让你去了呗。那2口子那家都像小鸡儿那个斗似的。你说我再搁那接视频，告诉你他俩正打呢，你看着吧。我这几天一直在打，就没歇着时候。歇的时候歇到后来，我告诉他，当时就是左一遍，右一遍，你一看那全都是那个视频周的你。所以你觉得你老公不信任你是吗？对啊，还不单单是这个，有时候我要和我朋友什么聊天了，谁呀？你跟谁聊呢？不是，我跟谁聊？咱们俩是2口子不假，我还得告诉你，哎，老公，我跟他聊天，哎，老公，我跟他聊天行不行？哎，至于吗？那玩意儿啊！你看双标吧，我在工作的时候，他就追着我问，谁呀？又咋的了？我问一下，就是他帮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旁边说你这种方法不对？我跟他说过。这就能看得出来啊，就是2个人先是从这个对未来的一个生活规划吧，咱算事业规划吧，没有统一意见，有分歧。然后接下来呢，就是2个人对彼此好像都有点小意见，就是他对他觉得，哎，你的工作神秘，我不信任你；他觉得你的交友神秘，甭管怎么着吧，2个人心里面都有这个小疙瘩。那现在日子只剩你俩过了，有没有觉得说，哎，俩人的关系可能比以前更亲近一点儿？没有，
或者说我感觉关心更多一些？没有，我从他那感觉不到那个温暖。因为我去年的时候，这个腿摔坏了，完了之后脚背这么应该也是崴一下子。我那天跟他说，我说老公，我感觉我这个脚这2个脚的厚度不一样，你知道吗？我说的你看看呗，我就把脚搁到他腿上去了，他就这么讲，就这么搁手一探，别的啥都没，哪管你说你给我摸摸也行哈，人家把手就是把这手搭到你的脚背上，好像不一边厚，那不就敷衍我呢吗？拜托你，那是在飞机上，在飞机上把脚伸到我腿上，让我摸他的脚背厚了。那是公共场合，而且狭窄空间，我怎么去温暖你呀？就咱俩人，哪怕没人，这是公共空间。您丈夫说的太对了。那你说在家里头，家务是不是只要我在就是我做？最起码1日3餐。最少我是占2餐的，然后叠床、炨被儿、打扫，或者是说这些杂七杂八的吧，社交啊，或者说是比如说我们2个出去吃顿饭，都是我在前后的忙活。我得回到家里把他接上，然后开着车到了地儿，然后回来的时候我还要照顾他，给他拿外套。这日常这还不够吗？那难道恩爱就非得是你随时随地，我也可以随时随地吗？虽然说是场合，是不是那么说的公众场合，那你就哪管说的，哎呦这个脚是行那个脚厚。行，别说这个事儿不说了。你那个在公共场合脱鞋就是不对。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对我的经济上的控制，大钱儿不许碰，小钱儿不许动，那就是不能花钱呗。不是说不能花钱，他这个人对于这个钱上，他就是说属于那种，我感觉属于那种冲动性了，你知道吗？我儿子上的是大一，喜欢摄影，一个大一的新生，拿着2、3万的摄影器材。虽然说我儿子是学的是那个专业，但是说学的啥专业？学的是摄影专业专业吗？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哎，这个很重要。他特别需要那种高端的器材。他不是爱好，他是专业。我就觉得是一个大一的新生，就说差不多就行。对于我姑娘也是，我姑娘在广东那边自己搁那儿工作，原来童年说的，爸，我想了在这边买楼，你俩就开始嘀咕上来了。要交70万的首付，后来让我弄黄了，因为我就说实话，我们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就是这些年一共攒多些，搁那有数着呢。如果把这些都给我姑娘拿去，到时将来我儿子咋办？他刚才说的，就比如说器材这个事儿，首先我儿子就是非常优秀，他在大一的时候就在笑容美有自己的办公室，他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在培养他这方面的兴趣和爱好，所以说他需要那样高端的设备。我说那咱就买，他就不同意。我从我自己的收入当中，因为我的收入要隔一段时间他才知道嘛，我直接就给孩子划过去了，这就跟我闹了一盘。然后女儿说要买楼，因为她在广州那边上班，她工作非常稳定，工资也非常稳定，她自己完完全全还这个月供啊是不成问题的。最后姑娘这房买了吗？没有买啊，到现在她也没让买。那姑娘怎么说呀？没买就没买呗。然后一点一点的自己攒钱，自己努力。是妈妈不同意。对，是妈妈。你因为心理咨询可能还没有这么多的积蓄吧？对，没有这么多的积蓄。还是要问他拿钱的。对，大钱，这就是基本上不可能再让您动了。那个小钱呢？小钱是什么叫不许碰啊？因为干了好多年的工程，然后心理咨询也干了好几年了。每一个圈子啊，这个交友圈或者我这些社交圈当中吧，有好多朋友。有的时候聚个会呀，吃个饭呐，我要是开一瓶好点的酒，他就觉得这个是多余的。就是那种平平常常的朋友聚会，你一顿饭才多少钱？你非得拿好几百块钱的酒，我感觉你装那门面，你那不是庄家吗？有必要装那么装吗？所以问个实在的问题啊，您现在自己兜里有钱吗？因为每天都有收入嘛。你不是把所有钱都交给老婆那儿了是吗？那肯定定期要上交的，不然他查我账啊。但你的钱也查不了账啊。心理咨询有一些可能都是给现金的吧？给现金的，那个别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也干这个的。您直说吧，是不是有给现金的？有，没数。对，完了，没有给现金的吗？这火苗又点起来了。你不说都是干啥的吗？都是管账的吗？完了！你有没有偷偷花过什么被人家发现的？我就是在一个直播间嘛，守了好久，好不容易抢了一瓶飞天啊，叫他一下就给我啐了。你说
几百块钱你舍不得，1000多的你说摔就给我摔了。不是故意给他踩了的。那我也想不是失手了是吗？啊，对，当时就是挺生气的。完了，你说你买那么贵酒干啥呀？那你说一瓶酒，那可讲话了，你鸡口刀肚啥都没有了，那就没影了。那你说1000多块钱买啥不好？其实我也知道钱不少，没拿住。不是，酒留着以后给孩子结婚用啊。不是故意的。你自己还偷偷这个去买别的东西了吗？我买了个1000多块钱的鱼竿，你说现在小孩们玩的那个台球杆都上千了，我也算成功人士吧。我跟朋友们出去，人家在那儿钓着鱼，人家这个说2000，那个说3000，还有8000，还有1万的，我总不能撅个柳条去钓鱼吧？人家能买1000的，人家能买2000的，那人家换媳妇你也换个媳妇呗。你看，不是这都挨着吗？我买鱼竿子跟换媳妇这，那跟人家比啥呀？那人家还领个小媳妇呢，你也领个小媳妇出来呗。你这话不能这么说。挨着吗？这都他辛苦一辈子，现在也自己赚的钱，我认为享受一根比较高档的鱼竿也理所当然啊。宋律师，我问一下，他经常在你面前自诩成功人士吗？感觉啊，他懂得多啊，比我明白。感觉我现在就是有时说话，感觉配不上他了呗。啊，然后你觉得他是成功人士吗？能比我强点。对，刚才脱口而出，怎么着我也算一成功人士吧？我用一条好鱼竿怎么了？内心深处的优越感，忽然之间伴随着一个职业出现的时候，老夫老妻是要有警惕的。所以，今儿来咱们这儿就是找咱们帮这忙嘛。总在拿这些小事儿顾左右而言他，实际最大的就是说对我的不信任，我给他以信任。咱们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谁痛苦谁改变，我已经改变了很多了。对于他的无理取闹，我可以用沉默或者用温言软语的去安慰，但是他都干脆都不吃那一套。我刚心理学跟他没用呗。对呀，心理学上就是有这么一点啊，你再高明的心理咨询师，你不能去做自己至亲的心理。所以这就来求助咱们了嘛。咱们先听听今天同样来求助的李先生和陈女士，你们听完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其实这个大哥，我觉得他也是挺好的，他有自己的一份收入，而且有他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是我觉得大姐就不要那么作了，而且他买鱼竿的时候，他也是一支鱼竿，也不是说一次性的，他可以一直玩下去啊。我觉得挺体谅解那个大哥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哥性格挺好的，就是这位大姐让我感觉有点强势。我觉得这位大姐应该是要尊重为主，而不是说一直在反对。如果是说你一直站在反对面的话呢，他们就会团结起来去反抗你，你这样不是更痛苦吗？有道理的啊！来，我们听听于老师怎么说，有请。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2个人自己，你不用睁大眼睛。怎么能说呢？我们当然啊，你们2个人难道真的是为了孩子吗？丈夫说，来的目的就是我的妻子太辛苦了，回家当家庭主妇，然后呢享受生活，该旅游就旅游。你不是为了自己吗？因为这个妻子她经营着店，你要随叫随到，你无法全身心的做自己的心理咨询。对，所以你要把她打回家庭主妇，理由是儿孙自有儿孙福。哎，我们不能有了儿子就成了儿子，有了孙子就当孙子。你也同样啊，你也自私啊。我自私？你为什么反对他做心理咨询？这是他的爱好，我认为没错。但是你担心的是什么？他和你的社会认知的距离越来越远。你担心的是，由于丈夫越来越优秀，越来越成功，你出现婚姻危机。所以我们为了孩子打拼，就要赚更多的钱。你那个活赚不了多少钱，别干了，跟我一起把这个店经营好，赚的钱更多。你们不是把孩子当了一个借口吗？你现在如果非要把他从那个地方拽回来，赚不回来。另外，他内心也会抑郁的。虽然他做心理咨询，你非要去折腾，非要把他的事业搞得鸡飞蛋打，他能接受吗？接受不了了。因为他已经爱上自己的工作，而且你当地肯定有很多人也信任你，对吧？对。但是他不可能休妻，他这个行业
生育很重要啊！如果他们自己都违背公序良俗，谁还找他们咨询啊？老师说太对了，您怕什么呢？最后一句话，做妻子的自信一点，做丈夫的不要太自私。我先跟先生说2句吧。学心理咨询，你对外是你的工作状态，你对内是你对家人情绪的解读。你只要能够读懂他要什么，你能给就好了。你不要在那里去指导他，他劝个架，你在旁边给他提建议。第2句话，我问你，你们俩实现财富自由了吗？就是按照他给你规划的，在家里做一个美美的全职太太，该旅游旅游，该 K 歌 K 歌，我养得起你，可以做到了吗？可以做到，可以做到了。那为什么刚才你在表述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过得特别拮据呢？我毕竟是一个，做小买卖的，所以说，我明白，我算的比较。这不是你算计，这说明你们曾经经历过很艰难的共同打拼，走到了今天，那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是惯性。但是这也同时说明了一件事儿：曾经你们2个人是人生合伙人，现在要拆伙了。拆伙了，他不舒服。他不舒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们2个人的成长是不同步的。你已经开始去寻找你人生价值了，你开始不为自己的衣食冷暖去操心了。他的惯性还停留在我要给孩子买个2、3块钱的相机不就行了吗？一个孩子用得着那么贵吗？闺女用得着买房吗？这个事情用得了吗？不得给儿子留着吗？他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对。我们都说衣食住行这是基础底座，但人生价值是一个塔尖儿。他在寻找他的价值，开始寻找人生价值了，你的成长没有跟上他，所以你有没有想学才是关键，有没有想跟得上他成长的脚步才是关键。另外，我刚才总是在插话的过程中，我说他在包装他自己，你没有意识到他在包装他自己吗？坦率地问一下男士啊，你作为一个每个人都尊重信赖的这种心理咨询师，回头来大家发现你还经营着这样一个5金店，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身份没有给你的另外一个身份赋值？这也是我纠结的地方。我去给人做咨询的时候，我本来是老师，杜老师，结果人说：“哎呀，这不杜老板吗？你不卖坐便的吗？你不是搞装修的吗？”所以他希望他能够从这种为了生活操劳的这个基本生存的这一个层面上，我现在既然已经不需要了，我的生活已经有扎实的底座了，我就可以和你一起去追求更高的个人价值感。那1000多块钱的鱼竿，那1000多块钱的酒，都是在给他的身份赋能。你要理解一个人，他要成为更好的社会价值感的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他是要有包装的。如果你能理解，你就成为他这段路上可以继续向前并行的那个人。比如说给他当助手，比如说替他完成所有的预约，安排他的工作时间，你可以做这些，成为他一起继续向前走下一段人生旅程的人。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不是他变坏了，而是你没有和他共同成长。我觉得现在他们2个人最大的差距就卡在了对于这份工作的认知上。首先，工作它没有贵贱，你们2个人心态的差距和心态的失衡，也是造成你们2个人现在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什么叫工作没有贵贱？在杜先生的眼里，当别人喊你杜老板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羞耻感，你觉得特丢人。我现在这身份是老师啊，这个东西的失衡就让你觉得你首先在心中给工作分了贵贱，这就是你老婆没有理解你的地方。她觉得她成了那个拿不出手、上不了台面、给你丢人的女人了。可是明明以前我们2个人一起做这份工作，为什么现在我就成了扯后腿的那个人，你就变成了那个高大上的人呢？所以她心里面不舒服。但是对于来访者来讲，他们很看重他们所信赖的这个人的身份的，没错，这一点是毋庸置疑。这是心理咨询师和自己的被咨询者之间信任的建立，但是信任的建立不是通过我以前的职业背景来建立的，而是通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相互的沟通来建立的。
对，如果一个被咨询者他知道你曾经是卖马桶的，我就不找你咨询了。那我告诉你，你再厉害的心理咨询师，他都不会回来找你。这个的确。而且你这个东西又不是什么我做错事儿了，只是我以前职业的不同。我大大方方的告诉你，反而让你的顾客觉得你是个坦诚的人。如果你唯唯诺诺的，觉得特不好意思，反而会加重别人对你的不信任感。接下来，我就跟老婆说2句话啊。您要反思自己身上的问题，确实有。如果你不去提升你自己，你不愿意跟上别人的脚步，你不愿意学习和前进的话，那我们1万个人来帮你，都帮不了你，只能自我改变。他刚才说的那句话特别对，谁痛苦谁改变，说给你听的。这段关系当中，人家一点不痛苦，痛苦的是你，所以改变的也应该是你。 2、3万一套的摄影器材，对于一个大一学本专业的学生不贵。摄影器材要是贵的10几万、几十万的有的是。你儿子上大一干这个专业的，跟你要2、3万的，他要的就是个凑合能用的。对。然后呢，女儿一个人孤身在外，她是一女孩，在广州，她可能口音让别人一听都是个外省人。这个时候，她说我能不能买一个房子？ 这一个房子可以增加我在广州本地求职时候的讨价还价的空间。我当然有房的，我不用住你宿舍，可能增加他在一个家乡以外的城市恋爱时候一些灵活性。这个，我觉得呢，您可以再考虑。当然，您是他妈妈，所以你说我们2个一起重新做我们的5金店，为我们的孩子以后多着想。孩子真正的需求，好像您也没着想。 所以你觉得以后咱们家女儿在家里向着谁？哎，对，因为那房您给缴还，您觉得咱们家儿子以后在这家里向着谁？对吧？那钱摄影器材是爸爸给的，所以您正在这个家里把自己弄成一孤家寡人，您发现了吗？另外呢，就是我就不跟您沟通咱本专业了，我自我阐述一下我对这个专业的看法。首先啊。 一个人想做好心理咨询，前提是不能脱离平民心态。什么叫平民心态？我服务的每个对象都是普通群众。如果我自诩为一个成功人士，我不能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解读对方，我服务不好。如果我自诩是个成功人士，我服务不好每一个信任我的人。所以我不是成功人士，我就是隔壁老雷。 而且我还告诉你，就这行真的需要监督。为什么需要监督？你也知道，有好多，就在你们本乡本土有好多自诩老师的人，到最后都换了老婆。这一行，要么你比他聪明，他只要一翘尾巴，你就能逮住他要害；要么你比他厉害，你不是愣称自己是个老师吗？我让所有人知道，你的来路就是个5金老板，一个看不起自己来路的人。 这个人内心没有形成自洽，他内心不平和。对，我讲明白了吗？明白了。没事，我没有跟您对话，我只是阐述我干了这么多年我对这行的理解。杜大哥是几个身份？老板、老师、老爸、老公，是吧？我们说飞机上那件小事儿，这位姐姐，你的脚有气味吗？就是你要是脱了鞋会影响周围的人吗？没有没有。你知道对不对？你也知道是不是？是，没有味儿。所以我说，只要你自己知道自己不会影响其他人的话，在特殊情况下你可以释放。尤其是当时那个时刻，老婆的脚是肿的。对，你为什么不能给她揉一揉？因为此时你是真我，道德化了自己。那会儿你不是老公，那会儿你又是一个老师。 你自己总是在混乱，你没有摆清楚自己在某一时刻这个角色转换。第二，我认为你老婆缺少在家里的认可，在家庭当中你是一个慈父，她是一个严母。对，这个非常对。潜移默化的，她被孤立了，她很需要在家庭当中的存在感，所以她抓着钱，不允许你这，不允许你那，但实际上她能抓得住吗？ 第三，你的生活很丰富，外面有人尊重，
家里有孩子的亲切，但他缺少了很多。我发现你有酒，有爱好，有朋友，甚至可能还有一些仰视的学生，但他有什么？他好像很缺。但是你为什么作为一个心理学的专业从业者，你恰恰关注不到身边人的需要？作为一个老公，你觉得你合格吗？这一点嘛，好多时候确实是，从自身来讲，毕竟是30年的恩爱夫妻了嘛。所以啊，我们不要把很多30年多少年摆在嘴头上，我们要放在行动里。恰恰就因为我们时间长了，我们就忽视了。30多年了，我能有什么？30多年了，我专一你还看不到吗？所以你就忙自己的去了。但是恰恰就是这30年，让你的老婆觉得心里空落落，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其实我们说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老婆说了什么。对，来。接下来您2位坐那儿休息一会儿，也想想老师们说的话，好不好？来，我们2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谢谢。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李先生，35岁，来自广东；貌仪陈女士，35岁，来自广东。外貌，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最接受不了对方什么？他开始嫌弃我了，和各种女的搞暧昧，理直气壮，应酬不着家，还私藏小金库。他对我的管控欲太强了，必须实时报备，还要查我定位，天天胡思乱想。我觉得自己像个犯人，被看管着。你们婚姻现在状态如何？我们的婚姻算是亮起了红灯了。他没有照顾家庭的觉悟，做不好丈夫，也做不好爸爸。很糟糕，我俩整天吵架，没法正常沟通。我在外拼命赚钱，而在他眼里，我只是个没有责任感的人。听下来，婚姻问题这么严重了吗？已经亮红灯了是吗？我感觉现在是亮红灯了。男方是之前有过一段婚姻的是吗？我看资料。那您是第一次婚姻我是第一次的。您在前段婚姻之中有孩子吗？没有哈。对。然后你们2个人现在有孩子吗？有一个。几岁了？4岁了。4岁。你们2个结婚几年？6年。6年，现在出现了问题，甚至亮起了红灯。那咱就从头说。短片里面说的第一个就是各种搞暧昧。是的。这个从何而来？我发现他就是跟他前妻走得比较近，就是有一次他背着我，然后他们俩出去吃饭了，然后他的前妻还发短信，就是发一些照片，就挑衅我。当时看到这个信息，我手是发抖的，我就问他怎么回事，然后他就很平淡的说没有啊，就出去吃个饭而已。和前妻见面，你跟你老婆说了吗？没说。没有，我当时就想，可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是我前妻有一个证件，就是护照嘛，在我那里，可能当时他没有拿走，然后我就找到，肯定要还给他的嘛，然后就正好到饭点，可以送完就走啊，为什么要吃饭呢？我就想说就没什么。谁提出要吃饭的？就他提出的，然后他提出要吃饭。然后跟你吃了饭以后，就把这个照片拍的发给了你现在的老婆。对方要干嘛，他自己我也控制不了嘛，对不对？反正我也明确跟我是给你给了他机会啊。他的前妻还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是约定好吃饭的，而且还跟我说什么他们俩是双方的初恋啊，什么在一起7、8年啊，然后现在是分开了，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放不下他。明里暗里的就是想让我去退位让给他。你知道他们2个人当初为什么离婚吗？我听他说的是3观不合，就是女方的太强势，而且他不尊重我的父母。他前妻怎么会有你的联系方式？我都不知道哎。他给你打电话，你怎么回答他前妻的？我就说，第一，我没有插足你们的婚姻，你们是离婚之后我才认识他的，而且我跟他认识是朋友介绍的。你如何放不下他，关我什么事？你不应该找我来说，而且你跟他都已经离婚了，我跟他现在的生活很好，你不要再插足我。我是这样跟他说的。回答得很好。你说他什么各种玩暧昧，就是只对他前妻吗？没有，他在家的话就是很奇怪的，他会3番5次就是往厕所里面跑，然后呢一蹲的话就会蹲一个半把小时这样子。然后呢他出去所谓的应酬聚会，他永远都是先斩后奏。然后呢大半晚上的时候呢，他睡着了。
他的手机里面呢有那个女生发过来的信息，那是我看了，就是有一个女生很可爱的那个头像，然后里面的内容真的是超级暧昧的，说什么亲爱的，我好想你，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那是谁啊？首先说第一个问题，上洗手间，我觉得上洗手间是我自己的个人时间，而我也喜欢在那边刷手机。我觉得在那里我是自由的。那有必要去那么久吗？就像之前前期的那个事件之后，他就一直在那边阴阳我。我那个手机响，他又说是哪个女的啊，哪个美女啊找你这样子，我就觉得很烦恼。然后我给他看呢，也是这就正常的朋友啊，还有就是同事之间的聊天。导师不是这样子的，他发信息，他永远都是这样子发的，而不是光明正大。我稍微瞄过去，他都是这样有意识的躲一下。我就觉得他不是心里有鬼吗？我就觉得我自己有一点隐私嘛，而且我也每次给他看也没什么事情啊。然后我就跟他也就说了，反正你都查了，我就不报备了。你爱查，反正你视频打来，我给你看就好了嘛。然后至于那条暧昧信息的话，都是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了。那个女性朋友，她的性格比较活泼开朗。有女性朋友会半夜3更发信息给一个已婚生了孩子的男人吗？然后她平常的话跟其他的异性朋友基本都是这样子说话的。然后我也没有回她是什么亲爱的，我也想你啊这样子，我也没有啊。就是你的边界感没拿捏好。我边界感拿捏不好，我就回她亲爱的呀。我想你，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的上一条是什么内容啊？他删掉了，他聪明嘞。我怎么聪明？我也说刚好换了手机了，然后他又不信。那为什么他会半夜3更3点多的时候发信息给你呢？这说不过去。我怎么知道人家怎么会发信息给我啊？所有的问题都是别的女人的哈，那边是前妻的，我怎么知道他要叫我吃饭？我怎么知道他要拍照片？这边也是，我怎么知道他要3点给我发信息？所以一切都不是他问题啊。如果一个女性等到3点多发给一个异性信息的时候，您说哪个妻子会不怀疑？你除了对他男女关系上的这些不信任，还有什么地方你也对他不信任？还有就是他的收入本来就比我高，然后呢，他是会上缴80%的。最近的话呢，他是上缴的那个金额下降了。然后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就说降薪了。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些钱呢，还是花在就是无必要的应酬啊，或是聚会上。我觉得吧，他这个人就是很爱玩，打着应酬的那幌子去喝酒啊，就不愿意回家这样子。首先，我那个收入是真的变少了，所以我能免掉的应酬我都免掉了，所以那收入变少也很正常嘛，对不对？那变少了，但是我该给的比例我也有给足啊。不是哦，你应酬不是变少哦。有一次我发现他的手机里面有5万块的私房钱。然后我就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是自己偷攒的，而且我们是要还房贷的。在这个压力下，我觉得他应该是把这个钱放在这个房贷这上面的，而不是说他自己偷着藏着。我觉得我那么大个人，有个几万块的那个应急钱也没什么东西啊。他有多少钱，其实我知道的。他应该有多少钱？我觉得应该有1万块差不多了。说应急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突然就多了那么多。我那个钱又没说拿去花天酒地，他也能看到很透明的。我要是故意不给他看，我可以藏起来。谁知不知道你是拿了这个钱是不是花天酒地啊？如果一个做贸易的有5万块钱，真的不为过，但是可以告诉自己的妻子。但是他说他去应酬，其实讲真的是公司可以报销的。但是现在公司的话，他那个报销下发的金额已经慢了，所以我很多时候要自己掏钱这样子。那你可以跟我说啊。总之，在钱这个问题上，又让你对他再次产生了更加不信任和不踏实的感觉，对吧？是的。好，那么这是他在丈夫的这个位置上，你们的婚姻亮红灯。那么作为整个家庭的成员，他在父亲的这个角色上做得怎么样呢？不咋地，我觉得他就是真的还没够收心。他经常在外面去应酬，然后呢，他每次都喝得死醉烂醉的回来。说到底，我还是要等他吧。然后呢，问他什么时候回，他永远都不会回信的。然后我只能在那边等，一边等，好几次他喝到凌晨4、5点了，躺在家外面了，还要吐到满地都是，甚至邻居的门也遭殃了。我还要帮他去擦屁股、去收拾，还要隔天去跟那个邻居去道歉赔礼。就讲真的，我觉得他这样的做法真的很小孩子，他有没有顾及到
我的休息时间，会不会说他回来这些东西会影响女儿的休息时间？他完完全全都不会考虑，只是说啊，我喝得开心就好了，我要尽兴就好了。这个是你可能没太考虑到女儿的休息，那对女儿的陪伴呢？对女儿的陪伴来说的话，他基本上就是1周只有2天在家。然后呢，对女儿也不怎么上心。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有点讽刺的话，我觉得他当女儿是一只宠物这样子的，就开心的时候就逗她一下，然后呢，女儿闹了、发脾气了、哭了，丢给我，就在一旁就打游戏了。女儿她本来就是不怎么黏我，那她不黏你，你有没有反省过是你的问题？那我还要上班啊。我不用上班吗？我不用上班吗？就只有你赚钱吗？那你可以出去赚多点大钱，然后我回来赚点小钱，然后陪女儿这样子啊，可以跟你身份调换一下。好呀，可以啊，我没问题啊。没问题，我也可以啊。家务你做呗。可以啊，就像上次我在那边可能刚好休息躺了一下，玩一下手机这样子，然后他就在那边叫我晾衣服，我可能说等一下，然后他就在那边变脸了，好像我做错什么事一样，在一边那边碎碎念，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连控制自己的娱乐时间的自由都没有？哎，你不要说你的娱乐时间，我叫他晾衣服就2、3分钟的事情，催了他很多次了，他要说等一下，然后催到最后一次，他说我不晾了，你太烦了。我想说，我要你做很多家务吗？拖地、洗饭啥之类都是我做的，我体谅你工作辛苦是吧？你多应酬，我就让你就是说，哎，家务不用拿那么多是吧？我就觉得你晾个衣服那么简单的事情，你还要推脱我。那你平常叫我做什么，我基本都扔下手机马上去做啊，只是那一次迟了一阵子而已。然后你就在那边发脾气，好像我做错了什么事一样。其实我需要你。他是经常发脾气吗？让他不顺心了，然后他就在那边发脾气。你有什么事情？是他的拖拉让我发脾气。你有什么事情会让他发脾气？就像他跟他的朋友聚会啊，然后出去可能宵夜、喝酒之类的，然后我每次基本都是跟着去的。我不跟他去的话，他就又在那边发脾气了。我的朋友叫我们周末去喝酒、吃个宵夜是吧？聊聊天，释放一下压力。我叫他一起去，怎么了？我有错吗？那都是你的朋友，我跟他没什么话好聊。怎么是我的朋友？我跟他们认识很多年了，然后我们俩在一起很多年，他们你也认识啊。别人不都是特愿意自己老婆带着自己出去跟别人介绍说，你看这是我老公，这不是一特长脸的事儿，感觉你好像老爱躲着他。我就跟他们的那些朋友没什么话好聊，而且我又不是说经常不去，只是那么1、2次不去而已啊。你对你老婆有什么不满的吗？我就纯粹觉得好像我有什么不顺他意的，他就要发脾气这样子。我先说说这个是什么问题吧。我让他去帮我一起去取快递，或一起去健身，是看在他每天都待在家里面，要么就是葛优躺，要么就打游戏，然后他自己的身体的毛病又多。我想说，即使在家，他是做他的，我是做我的。然后我想说，用一下碎片时间，大家散散步啊，聊聊天，去更好的深入的交流。他不愿意。现在如果让你们2个人给你们现在婚姻状态打个分，满分是10分，你俩分别打一个。来，男生你先打。 5分吧。3分。多不及格啊？一个5分，一个3分，你俩还要过吗？其实我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讲真的，我已经退让了他很多。我只是说要求你不能陪我没事，因为有些时候我自己很不开心，我也很内耗。 我不能跟他说，因为他没有办法共情，我只能跟我闺蜜啊说的。我不要求他做到这一点，我只让他做一个好爸爸，多陪陪女儿就行了。他也做不了。今天你来是想要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对，其实还是想要调整的，对不对？是的。我们先来听听今天同样来求助的杜先生和宋女士的意见。我认为夫妻之间不应该有太多的自己的秘密，我感觉还是要相互沟通。 应该沟通好了，应该不是问题。还是那句话，2个人都应该互相包容，而且把你们的共同感觉到困惑的问题摆出来，一件一件的去解决它。这位夫妻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似乎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2个世界。你们的感情已经不知不觉地筑起了 一道围墙，婚姻已经亮起了红灯。为什么？是不是其中一个人婚姻真的不忠诚，毁了这一个家？是不是另一个人他过于强势，无理取闹？我认为，你们除了怀疑，那就是猜忌。婚姻是2个人坦诚相见的避风港。
但被你们这对夫妻折腾成了互不信任的战场。越是能够捅到对方心里的话，越是找这样的话说。你们的脸不是翻着的，就是板着的。有和颜悦色的，大家好好的聊过吗？我尝试过，但是他还是做不到。也就是说，您的热脸去贴了别人的冷屁股，所以我对他的热情就慢慢的降下来了。你也感觉是的。你既然不给我好脸，我也绝对不给你好脸。对。夫妻睡在一张床上，那是伴侣，不是过客。你们现在2个人就在往过客的路上奔走了。我真的感觉像这样的家庭，如果土崩瓦解，有点可惜，因为很多都在赌气，很多都是猜忌，很多只是怀疑。您最后去想想，是不是只是自己的怀疑猜忌而已？你再去想一想，你有没有真心把这个女人当自己的妻子？所以很简单，如果你们2个人还想挣扎着努力一把，那就从2个人平心静气好好说话开始。你看你们2个人现在站在台上的姿势都是环着手，都是防御。你们2个人自己本身内心的成见和自己的判断都太强硬了。你知道我们都在婚姻当中有一个惯性，就是一旦当我们觉得他有婚外情了，他边界不清了，我们会不自觉地去求证这个事儿，然后就陷入恶性循环，不停地求证，不停地发现各种蛛丝马迹，然后你就会陷入到了更多的恶性循环里，你出不来了。要知道，越是想要去控制的婚姻，你越会失控的。所以现在，首先它有问题，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呀，我们一直都觉得爱情这件事情是要从一而终的。很明显，男生你不具备这个前提，因为在你走过来的这个婚姻的历程当中，你曾经走过了一段不太好的或者失败了的婚姻。而且关键你知道吗？你的婚姻当中有一个特别危险的炸弹，就是你那个前妻既有破坏性也有攻击性。就这样的人，你怎么可能把他当朋友？你这个朋友在给你的现在的这个家庭多大的冲击性？他真正需要的不是你对这个事情的解释，这个事情是解释不清的。解释不清的东西，你别说你不解释了，你还很冷漠的去解释，你还偷着藏钱，好多事情背着他，就算你看起来是报备吧，然后你还有失联呀。所以现在在他的婚姻当中，他没有安全感呐，或者对你的各种指责呀，你首先能不能理解他的这种情绪或者他的这种爆发是有原因的？可以。所以如果你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这个样子，对你各种各样的抱怨，想要去控制你，想要去了解你，他起根还是在意这段婚姻的。他把你当成了他选择一段人生大事当中唯一托付的那个人，所以这段婚姻不是没救，而是说你不要去纠结于我要把一件事情刨根问底儿，挖出真相，那个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看到你在这件事情当中你要表达的是你的感受是什么。所以不要让自己的沟通或者2个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变成了一种求证，变成了一种探案，变成了2个人之间的相互指责。你们要解决的是问题，把那个问题处理好就好了。所有的报备都是徒劳，因为只要他想骗，他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我想跟所有有女儿的爸爸说一句，其实生女儿的父亲特别好有这个体会和感受。你只要想一个画面，某一个夜晚下着雨，你已经结了婚的女儿哭着跑回来，扑在你的怀里说：“爸爸，我看到我老公的手机里，别的女人管他叫亲爱的，我好想你，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见面？爸爸，你告诉我，他们俩之间没有什么事儿。”这个画面很好想啊，你不用想你老婆，你只要想你女儿就行。你受得了吗？受不了。你怎么告诉你女儿说，爸爸告诉你他俩没事儿，你放心吧，他们就是普通朋友，那你不要管，你老公也没回复，那个女的说什么你能管得了吗？你会这样劝你女儿吗？不会。你会怎么做？
就可能很心疼我女儿吧。她也是别人的女儿啊。我再跟你说一句，女儿大部分都是照着自己爸爸的样子去找老公的。你现在不是没有爸爸的责任感吗？我今天就给你上这一课，告诉你什么是爸爸的责任感。4年以前，要是你们2口子是这种情绪状态，你给他生这女儿吗？不会。你还不跑？对。也就是说，4年以来一定有原因呐。你们不能只呈现状态，不讲原因。你做了什么？你讨厌。你做了什么？你很坏。你做了什么？你讨厌。你做了什么？你不是个东西。到最后就是，你说我讨厌，我觉得你不是东西。你说你跟你前妻离婚，是你前妻对你妈不好，对吗？对。他对你妈好吗？好。那你为什么这么讨厌他？我就觉得他每次说谈好的事情，然后又要翻旧账，我就觉得很烦恼。啊，他翻了什么旧账？就说我前妻的事啊。是啊，从来没有过解决办法。你们说你前妻的这个问题，你们到最后的结论就是，你见了前妻你讨厌，我见了前妻怎样？我没事儿，你好烦，不你讨厌，不你好烦，怎么办？没说。咱们这样，拿出一手机来，给前妻打电话，请你不要再找我老公，我老公在旁边，也请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说你要威胁我。老公说，听见了吗？行吗？这是一解决方法。我打了一草稿啊，不是你们俩就要用这方法。咱们是不是有了一个矛盾？咱们除了互相你讨厌你不是东西之外，咱们提一个解决办法，双方能接受，我们做到了，你不再埋怨我，我不再干这事儿，咱这事儿能过得去。你们俩没有一件事过得去的。愿不愿意解决？愿意解决，咱们每个小事儿、每个矛盾，咱们提解决方案，做到了，妻子不追究，丈夫也做到。做不到，我们给孩子一个平静的成长空间，要不然2位算了。为什么不离婚？我有考虑过离婚。那你为什么不离？你都已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你都知道那些可能发生了什么了，你也无能为力了，你为什么不离？其实也是为了女儿。啊，为女儿是吧？女儿幸福吗？有一个假双亲，幸福吗？想清楚。好，你想清楚没有？我刚才那个问题，为什么不离？就不想女儿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哎呦，这个地方，我跟你较个真儿吧。2位啊，我问你，单亲家庭成长对女儿好，还是战火纷飞的家庭成长对女儿好？你们做个选择。我觉得我们会改变的嘛。哎，好，来。你如果不想改变，你有10000个理由，我做不到。如果你想改变，你只有一个理由，你就可以做到，因为我想，我愿意。这点非常重要。你们2个人想清楚了，就是你们俩在一起别别扭扭的，这边使劲逮你，那边使劲的跑，累不累？就这个家你都不想回，那要他何用？你说有一个女儿在这里，你又不陪。你装什么装？你在逃避什么？你在追求什么？这个女人为你牺牲了很多，甚至于放弃了原则。而你们俩现在这种状态，就是你放弃了原则，她有愧疚感。当莎娜老师说你的女儿如果是这样，你怎么办？她愧疚了。当问到说你对她的母亲怎么样好的时候，她愧疚了。但是恰恰你给她了一个空间。你没有原则底线，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还舒服。你只有把他逼到一个退无可退的时候，他才能真正的去想我到底离还是不离。所以他总会是在当你不给他这个坚定而决绝的选择的时候，他总会是非黑即白。但你现在不给他那么多选择，就是这个填空，是或者不是，他才能逼着他去想我要这个家庭，我要这个老公的称号，我要这个父亲的称号，到底怎么才能配得上？不要给他这个机会，否则你们会就这么混沌下去，害你们本人又害孩子。谢谢曲伟老师，我们也谢谢2组嘉宾啊。接下来的时间，请2组嘉宾回到门后，想一想老师们给你们的建议，你们该怎么办？感谢大家，请回到门后。
好的，那我们在揭晓第一组嘉宾的结果之前呢，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我们看一看这个结果，应该是没有悬念的哈。来吧，那我们就一起见证好的一个结果。来，3、2、1，请开门。哦，牵着手出来了。啊，手没牵。拉上手。哎，对，拉上手。你为什么2个手握着他？有啥想有啥想说的？首先几位老师刚才说的话，我非常有感受。我觉得我在扮演丈夫这个角色的同时，应该给予我妻子，我会非常的在乎她细微的这种感受。什么事儿我们都要商量着来。好，我也能理解她。能理解哈，能理解。来，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抱抱老婆吧。多抱会。好好抱，我没说松开，不许撒手。好了，请亮灯吧。谢谢你们啊，祝你们幸福，再见。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第2组嘉宾他们会怎么选择了。那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有福气了，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天视福利官，参与看电视抽大奖的这个活动。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各式的奖品，这些奖品呢都是我们精心准备的，里面饱含着我们满满的心意和祝福，所以赶快行动起来，赢取属于你们的甜蜜惊喜吧。好，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3、2、1，请开门。哦，哎呦，没了，就只对抗不想办法。哎呦，这好可惜。他们可能还是谁吃亏，可能这么理解。我一直觉得婚姻应该是2个成年人之间的事情。什么叫成年人？我们可以表达情绪，表达不满，但是我们更多的精力要用在想办法解决问题。没错。如果我只抱怨、只指责，所有的不好都记着，但从来不提方案解决问题，这叫成熟吗？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正在收看我们爱情保卫战的夫妻都能幸福甜蜜，最重要的就是彼此尊重、彼此包容。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